当地时间周二，英国政府发表第49份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妄称中方持续处于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状态。对于这份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区政府纷纷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驻港公署还奉劝英方及早认清现实，顺应大势，不要再沉溺于昔日的殖民旧梦。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英国年复一年发表所谓报告，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赵立坚强调，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多来，香港实现了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积极转变，广大香港居民和外国在港公民享有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下得到了更好保障。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绝不是中英联合声明。随着香港回归，中英联合声明中与英方有关的条款均已履行完毕。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英国屡屡把中英联合声明挂在嘴边，这样刷存在感毫无意义。英国试图通过曲解中英联合声明，无理干涉中国香港事务，这严重违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英联合声明它其实是确立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去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对香港的治权当然是中国内政的一个部分。英国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没有规定说它有对香港的主权、有治权，更没有监督权，什么都没有所以其实是一个无理要求。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和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也相继对美方所谓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严厉谴责，并强调香港早已回归中国，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敦促英方认清现实和大势，尊重中国主权和统一，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不要给中英关系制造新的障碍。奉劝英方及早认清现实，顺应大势，不要再沉溺于昔日的殖民旧梦。任何企图以港扼华的外部势力，必将在中华民族捍卫国家利益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300年的帝国余晖，你让他到今天，他很难不沉溺于以往昔日的这种殖民旧梦当中，那么他可能也一直以来的这种殖民主义的惯性思维使然。那实际上呢，你看英国 GDP 今年第3季度它的 GDP 增长是1.3%，实际上大大低于它预估的1.5%。实际上它在G7 个国家当中，它的速度和总量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颓势已经是不可挽回了，那么这种落差感可能也会促使它难以从原来的这种殖民旧梦中脱出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周二也表示，坚决反对报告中的多项针对香港特区政府的不实指控。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一个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权、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区政府再次敦促英国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借香港事务干预中国内政。香港立法会选举本周日投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周3还举行有关民主的宣讲会。副特派员潘云东表示，新选举制度体现政治包容及公平竞争，得到市民拥护和支持，并批评有外国势力抹黑香港及干涉中国内政。香港的民主和选举好不好，要看是否符合香港实际。香港特区的立法会选举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说三道四。我们敦促有关方面要摒弃偏见和恶意，停止污蔑抹黑香港的民主发展。
潘云东指，英美等国长期在全球推行所谓民主改造，颠覆其他国家政权，造成人道灾难。美国需要反思为什么国内民主陷入困境，更需要反思强推自身模式给世界带来的动荡和冲突。但遗憾的是，美方非但没有认真反思，还在几天前大操大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打着民主幌子搞集团政治，煽动分裂对抗。这种借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的这种行径，将是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笑话，注定不得人心，也不会成功。好，新闻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英国又发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来指手画脚了，中方猛批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那对此您怎么看？英国政府发布的这份半年报告呢，是老调重弹，唱衰香港法治和发展。这英国人呢，总是在幻想中生活，总觉得呢自己的治理才是最好，所以呢要脱欧，所以呢要对香港问题横加干预。但其实呢是在为自己唱挽歌。看看现在的英国呢，都衰成啥样了，还在唠叨他国的事务，真的是够可悲。那么这份报告出笼以后呢，也迎来了一批骂声。不要说是中国和香港了，就连为乱港分子提供支持的这个英国 NGO 都觉得很荒唐，说这份报告呀只有狠话，没有实际意义。那么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英国对中国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更无监督权，通过一份报告来惹是生非，一点呢也没有这个贵族的风范，倒像是一个公道肉。那么为什么中方呢还要正告英国不要干预香港事务，不要混淆视听呢？因为呢新选制下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即将举行，英国这份报告呢公然的诋毁一国两制，恶意的抹黑香港国安法和香港选举制度，实际上呢是破坏香港选举的行为。那么在立法会选举前发布歪曲香港新选制的报告，其捣乱选举、干扰选举的运行呢是昭然若揭。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呢当然都不答应，所以呢要揭批其严重践踏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除了维护选举的顺畅，中方呢也在通过揭批这个英方的造谣污蔑来维护香港的法治和稳定。正是香港国安法深入实施和选举制度的完善，香港社会呢重回正轨，法治正义得到伸张，港人的权利、自由和安全呢得到了切实的保障。香港迎来这个由乱转治、有治即兴的新阶段，这呢是来之不易的，怎么能容忍英国政府歪曲事实、胡说八道呢？所以这方面呢也是借此来奉劝英方及早的认清现实，顺应大势，不要再沉溺于昔日的这个治民救梦之中。香港周日将迎来香港国安法落地、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那您对此有何观察？这次选举与以往相比有何不同呢？这次选举呢是新选制下的选举，而新选制呢恰恰是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是在探索后正向时代的民主新路径。在过去包括西方的选举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无论你赞成谁、反对谁，主流媒体呢经过专业的报道，给选民的东西大都是实话，说假话、谎话马上就被揭露，所以呢能保证选举的基本公正。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呢，假的比真的多，谣言比真相跑得快，这选民是宁信阴谋论而不问事实，宁可相信社交媒体的传言，而不相信这个主流媒体经过查证的真相。传统的选举方式呢已经不能够保证民主，传统民主的弊端呢也在香港也是暴露无遗。那么怎么办呢？完善选举法。这个香港新选制的创新呢，在于设立多层面的选举视角，有基层直选，也有选委会选举，还有社会界别选举。那么尽可能的呢，这个实现身份的多样、价值理念的多元、高中低各层面的利益诉求，避免泛政治化，避免情绪化投票，而是呢努力的做到这个谈实事、说实话、讲实情、解决真问题。这样呢，这阴谋论、假大空的政治宣言呢，就骗不了选民。那么比专长、比政纲、比理念、比担当、比贡献、比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本事，就成了选举的主题，成了赢得选民支持的利器。所以我认为呢，这香港的新选制呢是值得研究和点赞的，它为民主的适度效呢开出了一剂药方。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